刚出生就要被父母逼迫从悬崖上跳下去，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为什么会有这么狠心的父母？今天就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今天是个好天气，在遥远的格陵兰岛的一座100米高的悬崖上，白家黑燕夫妇正打算带领他们刚出生的幼崽从悬崖上跳下去，寻找食物。今天还没学会飞的小黑燕就必须从100米高的悬崖跳下去，迈出他们的第一步。小黑燕们出生2天还没有吃到东西，最晚明天如果还不跳下去，就会被活活饿死。勇敢跳下去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，否则没有食物，只能被困在悬崖上等待死亡的降临。100米高的悬崖相当于30层楼的高度，人站在窗户旁边往下看也会感到害怕，更不要说是刚出生2、3天的幼崽。所以小黑燕们也感到害怕，都往后缩着，希望自己不是第一个跳。黑燕爸爸看小黑燕的样子，打算亲自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示范。黑燕爸爸往后退了几步，来了个助跑，然后跳了出去，飞下了崖顶。看到爸爸的英姿，小黑燕们也有了信心，开始跃跃欲试了起来。黑燕爸爸在崖底发出叫声，鼓励着自己的孩子。第一只小黑燕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，学着爸爸的样子助跑，然后勇敢一跃，跳了出去。小黑燕在半空中拼命拍打着自己的还未发育的翅膀，以此来降低下降的速度。它成功了，安全地降落到了崖底。与此同时，黑燕妈妈看到小黑燕安全地降落后，开心地叫了起来。此时黑燕妈妈并不知道她的叫声会给自己的孩子带来危险。黑燕妈妈催促着小黑燕们快点下去，因为时间越久，危险系数就会越大。第二只小黑燕也起跳了，它学着第一只小黑燕的成功经验拍打着翅膀，但是它在中途撞到了石壁。幸好幼鸟的腹部有较多的脂肪，再加上一身蓬松的毛发，虽然凶险，但也还是活了下来。接着第3只、第4只同时跳了下去，这样的做法特别危险，在下降的过程中，2只幼崽可能会撞在一起，增加撞击的几率，导致死亡。但他们是幸运的，没有发生撞击。这时隐藏在暗处的狩猎者看准了机会，在小黑燕快要降落的时候冲了过去。原来是一只被小黑燕父母的叫声吸引来的北极狐，它冲向了黑燕幼崽，起跳。难道这只小黑燕的生命就要止步于此了吗？千钧一发之际，黑燕爸爸冲了过来，制止了北极狐。北极狐不敢轻举妄动，一直在悬崖上观察的黑燕妈妈也跳了下来，冲到黑燕爸爸身边，帮助丈夫抵御敌人。北极狐看到自己没有了优势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白家黑燕一家是幸运的，在残酷的跳崖求生只有30%的存活几率之下，全部存活了下来。他们已经越过了人生最大的挑战，虽然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，但是还没有摆脱危险。他们必须在躲避天敌的同时，尽快走到河边寻找食物。小黑燕们压下刚刚成功的喜悦，立刻跟上父母的步伐出发。他们还要赶到几公里外的河谷，才能在那附近寻找到需要的食物。白家黑燕为什么要选择在悬崖上孵育幼崽呢？悬崖既没有食物，也没有水源，它们是怎么生存的？白家黑燕是典型的冷水性海洋鸟，体型中等，身体长的羽毛能够帮助它们抵御严寒，喜欢选择在海湾或者河口等地方寻找水生植物的嫩芽、茎、叶来食用，是食草性动物。那为什么它们在孵化幼崽的时候会选择在悬崖上呢？白家黑燕主要分布在北极，这里环境恶劣，只有在湖边和河流附近才有它们所需的食物。但是河流附近一般会存在白家黑燕的天敌，所以它们才会选择在没有食物的悬崖上进行孵化。只有这么极端的环境，才能免受天敌的打扰，安心孵化幼崽。在孵化期间，会由黑燕夫妇轮流外出寻找食物来维持的日常所需。幼崽孵化出来后，雄燕带回来的食物不够维持一家人的需求，成年黑燕也不会给幼鸟食物，所以黑燕幼崽在孵化成功后，必须在3天之内从悬崖上跳下去，完成一生最大的挑战。白家黑燕的生存虽然残酷，其实也在挑选生命力更强的幼崽。只有通过考验，才能成长为合格的强者。在大自然中，各种动物都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。白家黑燕面对的困难，或许对动物来说是微不足道的，但是它们面对困难的勇气值得我们学习。每一只能够成年的白家黑燕都是一个奇迹，它们在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，人生虽然会遇到困难，但迈过去了便是晴天。